嫂子是临安有名的胭脂虎，一张粉面，雷霆手段，治得哥哥服服帖帖，不敢纳妾。全临安的男人都笑话他惧内。有一天，哥哥牵回一个羞答答的小娘子。小娘与我也有肌肤之亲，今日这妾，你点不点头我都得纳。好，我给你纳。站住！今日店铺的账查完了吗？好娘子，生意的是有伙计呢，我去寻刘兄喝茶。哎呦，不做正事该打，吃喝嫖更是该打。天天和狐群狗狗当鬼混，看我打不死你！上节目了！真是欺负惨了我宝贝儿子。如意，你瞧瞧，你哥都被打成什么样了？这哪家媳妇敢这么嚣张？娘，我觉得嫂嫂挺好的。你这丫头，鬼迷了心窍了！娘，你根本不知道嫂嫂的好。傻如意，女戒做做样子，别学进脑子里。可大家不都这么说吗？挑夫婿，心里想要什么样的才重要。那你若要他有钱有权，只能装成他喜欢的样子；若我只想要个真心人呢？只求真心便放开脾气，能接受你的才是良人。别信婆婆说的以夫为天，不委屈自己才是大道理。嫂嫂，你是因为求真心才对哥哥。嫂子只求真心，当年哥哥外出收租，一眼被他勾了魂。你这娘子样貌虽好，这脾气谁受得了？受不了就滚！能进我门的，必得受不了我。知月，你看如意这脸蛋儿多讨喜，你若喜欢，往后咱们也生一个。沈修，你听好了，我这里有3条规矩，只要你应了，我就答应嫁给你。你敢是不敢？应！莫说3条，就是300条我也应。第一，我不嫁二世祖，你娘守寡带大你，往后该是我们担起家业，你不准再游手好闲，生意上要勤勉。我应。第二，我性子急，脾气坏，今日是这样，成了婚也会是这样，你不准拿德容严公那些规矩来压我。我就喜欢你这性子，绝不压你。第三，我秦之月绝不跟别人分享丈夫，如果将来无子，那就让你妹妹招赘，而非你纳妾。这3条，我们去祖老跟前立契，若你以后做不到，我随时可以跟你和离，你可愿意？我愿意。若为此事，天打雷劈。我哥婚后妾是没有纳，外头冤大头却做了一大堆。沈修，你倒是会享清福，拿着我辛辛苦苦帮你挣的钱去画坊装大款，家财翻了好几番，你做冤大头也跟着翻了好几番是吧？屡教不改，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好娘子，饶命，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心里除了你，可谁都装不下呀。装不下？我看你这钱袋子开闸放水的时候，倒是装得下全临安的人。天老爷，我家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哪家的媳妇儿天天追着丈夫打，就在家里闹，传出去我们沈家的颜面都被丢尽了。娘，消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消气？我怎么消气？这天天吵天天闹，左邻右舍都得看我们沈家的笑话。娘，快吃，这燕窝保准你长命百岁。嫂嫂可是托人从南阳带回来的，给你买了一大堆呢。娘，以前咱家只是小富，哪吃得上这种好东西？若不是嫂嫂的棍棒逼着哥哥上进，咱家能有如今的好日子？我是你亲闺女，你摸着良心说，你希望我以后过嫂嫂这种当家做主的日子，还是过旁人家那种低眉顺眼的小媳妇日子？你这丫头，唉。我以为我们一家摔摔打打，日子就能这么安乐地过下去，直到那天。这个又有什么凄惨身世？老规矩，如果属实，想回老家我给10两。沈郎，我不走，就算只能在你身边做个洒扫的婢子，我也不要离开你片刻。完了，你哥这只手要被洗秃噜皮了，这女子那10两银子，怕是也要被你嫂子扣成5两了。娘子，我敬了你3年，这3年无论外面人怎么笑我，我都知道你是我的好娘子。你发善心容了姨娘吧，她把一切都给了我，我是个男人，得护她周全。我发誓，
只要你容了这一回，这辈子再没旁人，我就守着你们两个过。你个孽障！你这是为禀长辈，就让别人有孕了。嫂嫂，你的手怎么这么冰？是他有了我的孩子，所以娘子，无论你点不点头，妖娘我都女定了。添加进口是好事，那就叫个大夫来瞧瞧吧，求个平安。我儿媳妇就是心好，那个叫永娘的还不快过来拜见主母？今日就不拜了，纳妾也要一试，等行礼那天再说吧。去请大夫。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脉象稳健，母子平安。好好，如意，去把最靠近你哥嫂那处院子收拾出来，给永娘住。娘子，你要怨我，你就发泄出来吧，要打要骂都随你，你别这么笑，我心疼。是我对不起姐姐，沈郎，我还是走吧，我不叫你为难。胡闹！你一个弱女子带着身孕能去哪儿？如意啊，你嫂子对你好，你今晚跟你嫂子睡，好好劝劝她。劝什么？就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姨娘，我们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只有她一个。要劝你去劝，我没那个脸。孩子，你就知道孩子。哥哥当年是应过的，他不纳妾，他纳了，嫂子就会和离。死孩子，和离是能挂在嘴边随便说的。我说错了吗？你嫂子走了，谁还能管住你哥？再说你嫂子她爹已经走了，她只剩咱们这个家了。离了这儿，你让她去哪儿？原来娘什么都知道啊，知道嫂子管哥哥是越管越好。我又不傻，平常除了抱怨两句，我什么时候真跟她立过规矩？可是女子毕竟是女子，丈夫纳妾是没法子的事儿。3年了，她都未有孕，换谁家都该纳妾了。你劝劝你嫂子，忍了吧。左右一个妾，以后还不是看她的脸色过日子？我知道是哥哥不对，他背信弃义，忘了当年的承诺。可夫人确实没有家了。是啊，当年嫂子成亲，就是为了让重病的父亲放心。他很早没了娘，只有爹相依为命。知月，好知月，张嘴吃一点好不好？痴儿一个，竟是连我都不让插手。知月，好知月，求你了，你看看我吧，岳父走了，可我还在啊，我这辈子就你一个娘子，你舍得让我孤独终老吗？沈兄，我爹没了，我没有家了，我再也没有家了。天地为证，以后有我沈修在的地方，就是秦之月的家。若我往后负他，定叫我众叛亲离，不得好死。我不信，哥哥当年那样疼嫂嫂，一定是有什么苦衷。小姐，您这是要去劝劝夫人，我总得去试一试。相公，你别怕，这次我不凶你。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姨娘是假的，对不对？是你跟朋友打赌领回来气我，还是她未婚有孕你同情她，亦或是帮朋友的忙？总之，你没有真的同他怎么样，对不对？娘子，你要早这么温柔该多好！我是男人，我也要面子。若不是被人嘲笑剧内喝多了酒，我怎会同姨娘犯下第一次错？可犯了第一次，才知道什么叫温柔乡。我舍不下她了。今夜骗你容易，可骗了你就要送她走。她如今有了我的孩子，她把我当天，我得像个男人。娘子，我跟你作揖，我跟你道歉。你就算用这根擀面杖打断我的腿，我都不还手。可是我求你了，你容下药娘吧，别跟他们母子为难。你知道的，在我心里你永远排第一。我只是分一点点角落给他，我发誓绝不叫他越过你。好，你回去照顾他吧。多谢娘子。爹娘，你们别嫌我没用，为个负心汉哭成这样。3年夫妻情深，爹去后是他把我拉回来的。我总得问清楚了，他有没有苦衷？如今沈修亲口承认放不下他，既是如此，这便是我为他落的最后一滴泪。二老在上，这个丈夫我秦之月不要了。我不能眼看着嫂子和哥哥就这样和离，我要拉哥哥回来认错。怎么会这样？沈郎，今日真是吓死我了。
进门前，我还以为姐姐定会拿出你常说的那一根擀面杖，当众将我们打一顿，再把我撵出去。他敢？我都想好了，若是他真动手，我就死死护着肚子里的孩子，哪怕被他打死，我也要跟你同生共死，绝不离开你半步。可奇怪的是，他今日竟没动手，不仅没提你纳妾就要和离的旧话，甚至连重话都没说几句，可见旁人说的都是对的。从前是你太惯着姐姐了，现下有了我，姐姐心里便有了顾忌。她毕竟嫁进来3年没动静，如今我有身孕，她不敢再凶你了。是啊，从前确实是我太软了，我弱一分，他就强一分，硬生生把我这当丈夫的压了3年。为了你跟孩子，往后这家里一家之主的威我也得立起来，绝不能再让他那根棍子指着我的鼻子。沈郎英明，说不定你再冷落姐姐几日，她看清了局势，以后会变得更乖顺。但是有一点，她毕竟是明媒正娶的主母，名分摆在那儿，往后你在家见着她，面上还是要敬着她。只要你们2个处好了，后宅安稳，我在外面打拼生意才能安心，你说是不是？沈郎，你当我跟姐姐一样不懂事吗？我心疼你还来不及，只要姐姐能容我待在沈郎身边，哪怕他叫我端茶倒水，立规矩伺候，再怎么伏低做小，我都心甘情愿。胡说，谁让你伏低做小了？名分上她是妻，你是妾，可在我沈修心里，你们是一样的，没高低之分。若她以后真仗着主母的身份敢苛待你，你尽管告诉我，我定会护着你。小姐，咱们还进去劝吗？劝？拿什么劝？我原先以为哥哥是被骗的，现在却知道哥哥大概是真心实意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哥哥只记得嫂子打他，却从不记得嫂子是因为什么才动的手。沈兄，喝呀！那谷固有什么好见的？不过是个几千两的小生意，哪有这酒香？说得对，几千两算什么？沈爷，不好了，那主顾等不到您，已经去对接那家订货了。滚滚滚，别扫兴！娘子，你怎么来了？你听我说，我就是陪他们喝2杯，我没点姑娘。沈修，你给我清醒点儿！以后谁敢再叫我相公来这种地方，我怎么打他的，就怎么打你们。那一棒让外人对嫂嫂避之不及，也让那些狐朋狗友短暂离开了哥哥身边。知月下手也太狠了，如意，你瞧瞧，你哥都跪了2个时辰了，这哪是成亲，这是请了个祖宗回来受罪呀！娘，哥若是不挨这顿打，铺子就真被那些人搬空了。而且铺子是靠嫂子一点一点教才救了回来的，还把1间铺子慢慢变成了5间、10间。话是这么说，可是，唉，娘，您早点休息，我去看看嫂子。嫂嫂，别喝了。如意，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嫂嫂太凶了，在那花楼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她？嫂嫂，我知道你是为了沈家。我不傻，我也知道在外要给男人留面子，可你哥这个软性子，若再由他那些狐朋狗友胡闹下去，沈家的铺子就彻底败光了。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穷，可娘十指不沾阳春水了一辈子，难道到老了还要让她再为银钱担忧受气吗？我若不当这个恶人，谁来护着这个家？嫂嫂，你别难过，哥他会明白的。嫂子不是天性就爱耍威风，她是被哥哥逼得没办法了。那时的哥哥懂嫂子的苦心，他们依旧是和和美美一对。沈老板，如今你这身家还在意那婆娘手里的绊子？男人立誓，钱就是胆啊！可生意越做越大，为了钱在哥哥身边转的朋友又回来了，嫂嫂的棍棒不得已也回来了。小姐，少爷他是不是真的变了？我跟嫂嫂原本以为哥哥还会如当年被罚跪时一样懂得嫂嫂的苦心，却忘了财帛权力越大，人的心就会越大。哥哥他到底回不来了。既然回不来，那嫂嫂不要他，便都在情理之中了。小姐，您都黏了夫人好几天了，夫人这几日不吵不闹的，
连门都不怎么出，您在担心什么？我不知道嫂子打算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我只能多陪陪她。嫂嫂，只要你不走，如意一辈子都这么陪着你。如意，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你嫂子她气消了没有？娘，您放心吧，嫂子已经想通了。真的？她没再提和离？没提。这几日她不仅没发火，还帮着整理铺子里的旧账呢。唉，我就说嘛，她爹都没了，离了我们沈家她能去哪儿？想通了就好，想通了就好呀。嫂嫂，你要做什么？娘子，你这是做什么？好端端的，怎么把这棍子给……这东西以后用不上了，不如砍了烧火。以后真的不打轩儿了？不打了。他既不愿意，我便不费那个力气了。娘子能这么想，真是沈家之幸。我就说你骨子里还是个贤良淑德的。娘子，耀娘有了身孕，一个人在房里吃不踏实，我带她来跟咱们一起吃，你也好多照应照应。站住！既然要同桌吃饭，规矩不可废。耀娘，你是妾室，先给主母和夫君布菜。娘，你真是糊涂了。她还怀着身孕，夫君含在嘴里怕是都嫌不够，怎么好意思叫她在这久站布菜？来，就在夫君身边坐下，给玉娘子添张椅子。娘子，你这是同意我和姨娘了？她是沈家的骨肉，我自然容得下。多补补吧，等过2天我就给你们筹备纳妾的仪式。毕竟怀着孩子，总不好叫孩子生下来还没名没分。谢姐姐体恤，幺娘一定记姐姐的好。好，好啊，咱们沈家终于是有个家的样子了。小姐，夫人这回是真的转性了。您瞧，连纳妾仪式的日子都定下了。转性？嫂嫂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女子如果爱她的丈夫，是绝对做不到贤良大度、不吃半点醋的。只有心冷了，不爱了，才能成为那些世俗规训里4平8稳、不动气的泥塑。如意，看清楚这笔进项，沈家的根基在铺子里，账目错1分，家业就毁1寸，明白吗？嫂嫂，我记住了。可是这些账你从前不是不让我碰吗？从前是想让你多玩2年，现在你必须得学会。嫂嫂，你这2日除了教我看账，剩下的时间全在筹备哥哥的纳妾礼，你真的不难过吗？娘子，夜深了，如意怎么还睡在你这儿？如意这2日学账学得晚了，就睡在我这儿了。日娘现在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怀了孩子离不开人，你快去她院里吧。哎，别在这儿过了寒气给她。哎，好，那我去了。你瞧见没？夫人这2日亲自动手，连雨娘子房里的账幔都要亲自挑。是啊，谁能想到啊？如今百依百顺，估计是怕了雨娘子肚子里的骨肉吧。哎，好，这绸缎要挂得正些，别让有娘子看了觉得咱们心不诚。还有那一对喜烛要挑最沉的，那是给沈家添丁的喜气。娘子，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生气了？知月，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娘子，今日我又去醉春楼了。你从前不是最见不得我去那儿吗？你为什么这次不来找我了？月娘说我拿捏了你，说你以后都会是温柔的娘子。可我今天喝酒的时候，突然好害怕。
待月娘回来后，你是不是一次也没打过我？知月，你这样让我好害怕。知月，你只是一时恼我了，不是预备着离开我，对吗？你喝醉癔症了，别胡思乱想，去睡吧。娘子，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太冷了，叫人送他回隔壁院子吧。沈郎，怎么醉成这样？这样也好，他留住哥哥，哥哥就没空来烦嫂子了。慢着点儿，那箱子里的瓷瓶可是给妖娘压房用的，磕坏了你们赔得起吗？都给我住手！把这些红绸都撤了，礼也撤了，纳妾礼不办了。不办了？轩儿，你胡说什么呢？请帖都发出一半了，有娘肚子都快显怀了，你不给她名分，是想让我大孙子当私生子吗？等孩子生了再说。等生了再说，孩子生了那是庶长子，现在不办，你是想让全临安看咱们家的笑话，还是想让姨娘委屈死？娘，您还记得婚前我跟娘子签的那份契书吗？她这2日太安静了，安静的我整宿睡不着觉。她越是笑，越是帮我张罗纳妾，我就越觉得心里慌。我还当是什么？轩儿，你也太老实了，那契书不过是婚前为了拿捏你吓唬人的玩意儿，哪能真算数？可他当时立的时候还请了族老来见证。哼，咱家衣食住行哪一样亏待过他？她一个女子无父无母了，离了咱们家她能去哪儿？哪有女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了夫君那个小妾就闹和离的？传出去那是她自己叫人笑话。你若真被他唬住了，以后这一家之主的威严你还要不要了？他那是故意做给你看的，他越是安静你就越不敢纳，这就是他的手段。你若真被他唬住了，以后这一家之主的威严你还要不要了？哥，你现在这个样子，心里其实还是怕的，对吗？既然你还记得当初的誓言，怕他真的走了，那为什么还会有幽娘的存在？如意，你还小，你不懂。我是不懂，我只懂什么叫一心一意，什么叫言出必行。我爱知月，但我也是个男人。我想着只要我待她好，主母名分给她，家产给她，多一个姨娘照顾我，又有什么要紧？哥，你……但你放心，不管以后有多少人，你嫂嫂在我这里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意，你也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世人大多皆是如此，拥有之后便亦心生奢求，人之本性罢了。只要我给知月该有的体面，她就该知足。人之本性，当初你为了娶嫂嫂，跪在宗族长辈门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胡闹！为了个商贾之女，竟要签这种辱没门风的契约，我沈家丢不起这个人。丢人我也签，只要能娶知月，我沈秀这条命都能给他。求叔公成全。有染，这范畴如何界定？拉个手算不算？吃个茶算不算？为了沈家的脸面，改成若纳妾便和离，名正言顺的纳妾才算为是。这样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说我沈家重情，不会说你被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岳父大人，别说纳妾，我这辈子连正眼都不会看别的女人一眼。我非知月不可，现在就改。他肯费心操持纳妾大礼，便是认清本分，向我服软。此事无需多议。哥，你只当嫂嫂用心办纳妾礼是妥协了，可你现在停了礼，是因为你终于猜到了他的意图吧？女子想和离难如登天，若不是当初那纸契约，你就算在外面养10个，官府也不会判和离。所以他那么卖力的筹办仪式，是为了让我亲手把他送走。沈郎，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母子了？知娘，我只是……外面人都说，姐姐虽然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是用了手段逼你叫停仪式。孩子一天天大了，我名不正言不顺，若是这样，我还不如带着孩子一头撞死在姐姐门前，也省得让你为难。
在哥哥快要猜出嫂嫂真正意图的当口，是雨娘亲手帮了嫂嫂一把。今日纳妾礼停了，那是为了孩子，但这房里的规矩还是得按夫妻的来。今晚我睡这儿。哥，嫂嫂这2日身子不爽利，我陪她睡，你去书房吧。如意，你多大了，还要赖着你嫂子？知月，你倒是说句话，躲得过初一，你还躲得过15吗？沈修，我说了，如意在这儿。少拿如意当借口。不好了，郎君，救命啊！叫魂呐！出什么事了？娘子她刚才吃了少夫人院里送过去的点心，现下腹痛难忍，流了好些汗，正满床打滚呢。少夫人，那点心可是您院里出来的，我们娘子一直念着您的好，您怎么能……你这闭子红口白牙胡说什么？我嫂嫂几时……既然是孩子出了事，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别耽搁了。老先生，您快说说，我大孙子到底保不保得住啊？是吃了不洁的东西，点心里掺了些寒凉的虎珠粉，量虽不多，但怀孕初期底子薄，再大一点点，孩子就危险了。虎珠粉，那不是伤胎的虎狼药吗？唉，这是内宅的事儿，老夫只管开药，往后这入口的东西，你们还是要注意。那份点心，不会的，我儿媳妇向来心直口快，她不是这种背后阴人的性子。娘，芷娘每5日去给嫂嫂请安，那是您立下的规矩。这点心若真是嫂嫂送的，她怎会做得如此明显？小姐，您还在替少夫人说话。我们娘子今日除了在少夫人院里用的那2块红豆糕，旁的一样东西都没入口。若不是少夫人，又是哪个？总不能这虎竹粉是凭空吃进肚子里的吧？小福，莫要胡说。奴婢没胡说，今日纳妾礼也不办了，全家都看着少夫人的脸色行事。说到底，就是少夫人容不下我们娘子，想绝了沈家的后。娘子，是你吗？哥哥这副样子，竟然像是渴望听到嫂嫂承认，仿佛承认了，就代表嫂嫂还在乎他，还在为他吃醋。是我？怎么，你心疼了？他敢跟我抢丈夫，就该想到今天这个下场。你真以为我想办纳妾礼，不过是想先稳住他，等寻得机会罢了。沈修，我就是容不下他，就是想让他死。怎么，现在看清我的真面目了？想为这种事儿休了我吗？我没想休你。你秦之月，你就算再不待见他，他肚子里的也是沈家的骨肉，你怎么敢啊？郎君，你听见了？大夫说是中毒。这府里除了少夫人，谁能把手伸进我们娘子的院子里？可怜我们娘子孤身一人随您回府，除了您，她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您是她唯一的依傍啊！若是您不给她做主，他们母子今晚就得没命了。这样狠毒容不下庶出的主母，郎君，你何该休了她，才能保何府平安啊？小福，贱婢，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挑唆我休妻？我娘子不过是太在意我了，一时受了委屈说的气话。你一个婢子，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顺杆爬？我哥这种男人最受不得女人为他争风吃醋。嫂嫂的冷脸让他以为嫂嫂不爱他了，如今这出下毒倒是让他觉得嫂嫂是为了留住他，不惜动得很招。小福，还不住口！这定是厨房里的人不当心，或者是幼娘命薄，怎能怪姐姐？而且姐姐素来持家严谨，怎么会做这种事？沈郎，你别恼了，是我管教下人不严，冲撞了姐姐，我给姐姐道歉，姐姐莫要跟一个奴人计较。行了，娘子，幺娘到底受了天大的委屈，这纳妾礼还是得继续办。这次不用你操心了，你也累了，纳妾的事儿全交给管家去筹备，你回屋歇着吧。这就对了，大孙子的名分一天都等不得。我还当他真成了泥塑的菩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在乎我的。见我要纳妾，终究是坐不住了，竟使出这种下毒的烂招。余娘，你受委屈了，
不过你放心，等过了这段日子，我两头哄着，定让你们姐妹平安相处。只要婶儿不嫌弃我，雨娘什么都听婶儿的。小姐，大郎这是做起齐人之福的美梦了，他难道看不出来那妖娘子刚才心虚的连头都不敢抬吗？我哥现在哪能看见这些？他只记得嫂嫂凶悍，却忘了嫂嫂从来不屑于跟那些柔弱女子为难。嫂嫂不过是看穿了他的害怕，顺水推舟承认下毒，让他接着纳妾，好为后面做打算罢了。去，告诉秦之月，既然敢在点仙里动手脚，就给我在小院里闭门思过。纳妾礼结束前，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娘说的对，让他清醒清醒也好，免得他总觉得这沈家离了他就不行。如意，看这笔利钱，往后若是你哥又在外面冲冤大宝，你得提前把这笔银子扣下来，懂吗？嫂嫂，你这2日交得太快了，就像是要把5年10年的东西一口气都塞给我似的。我们如意是个好姑娘，万一哪天你哥哥不成数，你得撑起这个家，至少要给娘一个安稳的晚年。嫂嫂，你不讨厌娘吗？她这2天这么过分，还帮着哥哥纳妾，还有我也是哥哥的妹妹，你恨我们吗？不讨厌，跟我有约定有誓言的人是你哥，又不是娘。这3年他虽然嘴碎抱怨，但没真的亏待过我。冷了操心我穿衣，饿了操心我吃饭。如意，你还记得家里生意最难的那年吗？娘省了自己的冬衣钱，都没省了我月事痛时那碗红糖水。娘她只是跟我追求的不同而已。至于我们如意，明明怕娘怕得要死，却还要为了我跟娘吵架，每次都死死护在我身前。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谁能讨厌你呢？她脸上在笑着，我却知道这是在慢慢同我们告别。我装不下去了，嫂子，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就算去了别的地方，也要过得比谁都好，比全临安的女子都快活。我们如意到底还是看穿了，真聪明。嫂子，谢谢你，没有把你想到的这些告诉你哥哥。我才不告诉他，他不配。嫂子，芷娘来的那天，你这里疼吗？疼啊，那天这里疼得快死了。我认识你哥哥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否则我又不是脑子坏了，怎么会3年来对他对这个家死心塌地？我曾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爱过他，我也信他也曾这么爱过我。哥哥心里还有你的，嫂嫂，如果你真的跟他说他敢纳妾你就和离，他一定会怕的，他一定会把咬娘送走的。我知道，哪怕到了今日，只要我拿和离威胁，他纠结之下也一定会选我送走咬娘，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换做旁的女子，恐怕觉得丈夫到底还念着自己，日子也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下去了。可我见过真正的死生气跨是什么样的。我娘走得早，我爹却守着承诺，没有一日不爱她。爹临走前对我说，知月，如果有一天沈修负了你，千万不要去想他曾经对你有多好。为什么？因为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他负你那一刻起，他就会一直负下去。若舍不得那点从前的温情，只会把以后的一辈子都搭进去。我爹让我答应他，以后绝不做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糊涂女子。你哥放不下我是真，对玉儿舍不得也是真，可日子这么长，我秦之月要一日日去算以后那个玉儿在沈修心里的分量会不会超过我那样太可怜了。真心爱我的人不会舍得我受这种煎熬。想通了这些，我这里也就不疼了。如意，你也要记好，以后遇人要么不求爱，求了就求全部，不要再跟别的女子的比较中消磨了自己，放弃不值得的人，总有真正值得的在等你。来，沈兄，恭喜啊！你瞧瞧，如今嫂夫人这般温顺，这就是夫刚得正啊！谁还敢说嫂夫人是胭脂虎？那当然，我夫人自然贤良。往后谁若再传她那些名声，我沈修第一个不答应。以后我家全是和和美美的好日子了，大家喝！好，娘子，
解酒汤呢，就像从前你总为我熬的那种，只有你熬的管用。喝吧，喝完就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沈修，一别两宽，往后我们各生欢喜。说什么胡话呢？咱们一辈子都在一块儿。知月，我头疼的厉害，快给我拿条冷帕子。如意，你出来！你嫂子呢？那棵树呢？说少夫人去哪儿了？有没有见过我娘子？见过她吗？如意，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带着家里所有的下人去码头，去城门，快找啊！老爷少爷，找不到少夫人，到处都找遍了。说，你一定知道她在哪儿。如意，你快带我去接她回来，只要她回来，我什么都依她。不用白费力气了，哥，嫂子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你胡说！你少在这里咒我。不久前她还为了我不惜背上骂名，去给姨娘下药。她这么爱我，这么在意我，她怎么舍得离开我？姨娘，戏演到这时候还要再装下去吗？你自己说，那点心里的药，到底是你自己下的，还是我嫂子下的？如意妹妹，你在说什么呀？大夫都说了，还要狡辩。来人，把小福管下去，找个清静地方给我狠狠的打，打到他说实话为止。不要，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打！你们放开他！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我说实话，是我下的。相公，你突然说不办纳妾礼了，我以为是姐姐在背后使了手段逼你的，我没法子，我只是想拼一把，我想挑拨你们的关系，给我和孩子求一份保障啊！求求你们别打了，小福还是个孩子，他就是心疼我，他什么都不懂。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小福拼死护你，说明你也在意他。其实查这种真相对嫂嫂来说轻而易举，她当时之所以不辩解，顺着你的话认了，不是因为爱你，是因为她已经彻底不在乎了。都是你，是你这个贱人害的！若不是你，知月怎么会走？我不要你了，你滚！我要我娘子回来！血，流血了！你这个丧良心的，已经弄丢了那一个，这一个连同你的亲骨肉，你也不要了吗？大夫，情况怎么样了？命是保住了，可那药本就伤痕，再加上这重重的一摔，孩子到底还是没保住。作孽啊，真是作孽啊！我的大孙子没了。原来我只是个懦弱的废人，终究是我两个都对不起。原来没了娘子，我谁都不想要。小姐，少爷这一个月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闷酒，都快喝死过去了。他那是活该。嫂嫂在的时候，他不知道珍惜，现在装给谁看？刚才门房说，外面来了个自称是夫人族兄的人，还带了个拿公文的壮士。嫂嫂有消息了。沈郎君，这是秦氏委托办妥的文书，家里的铺子本就分3份，你名下1份，沈老夫人1份，秦氏名下1份。我妹子说了，她那份铺子已经找好了下家，昨日便卖了，所得银钱她自会带去外地安家立业。卖了？他要把家产分得这么清，我不准，我不签字。只要我不点头，他生是沈家的人，死是沈家的鬼。那是沈家的铺子，他一个妇道人家，凭什么说卖就卖？沈郎君怕是忘了，当初这份契书两边的宗族都有留存，衙门里也存了档。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若纳妾便和离。如今你纳妾之时已成，且府内众目睽睽，无需秦氏出面。沈兄，这契书是你当年死皮赖脸求着签下的，不管你现在愿不愿意，在律法里，你与知月
都不再是夫妻了。哥，放弃吧，嫂嫂不会回来了，还交代挪一份铺子到我名下，护我往后安稳。只是可惜，她终究不再是我嫂嫂了。两相决绝，往后一别两宽，别再找他了。小姐，这东西少夫人不，秦姑娘走的时候说不要了，大郎见了，怕是又要伤心。那到底是哥哥当年一刀一锯亲手为她做的。哥，那信是我求嫂子写的。我看你这些日子把自己折磨得不像人样，总想着若是他能给你留句话，你或许能过得好些。你求他的，他原本连一个字都不想给我留吗？那时我问你为什么不买一把素奥，反而要笨手笨脚的做一把，弄得满手是伤。你笑着说，就是要在我面前受伤，才能让我心疼，把我换回来，让我知道世上还有人像我爹一样爱我。那时的爱是真的，所以我不恨你。沈修，往后各自安好。各自安好，各自安好。嫂嫂已经放下了。哥，既然他不会恨你，你就也放手吧。这封信就是想让你别再消沉了。秦之月，你真狠，你当真是全天下最狠的女子，你竟然连恨都不肯留给我。沈老板，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城东那间绸缎铺子已经抵出去了，可还差我500两银子。沈爷，您倒是说句话呀！东家的西家的铺子都关了，伙计们的工钱还没发，这沈家要塌了呀！关了就关了吧，钱财都是身外物，我娘子都没了，还要这些死物做什么？呸！疯了，真是疯了！当初谁说临安沈家生意精明？我看全是靠那位秦氏撑着，没了他娘子，这沈修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小姐，这已经是这个月倒掉的第5间铺子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连米缸都要见底了。心里没有光的人，只会比从前更颓废。由他去吧，他想死，谁也拦不住。如意小姐，这已经发不出月例了，这沈家眼看就剩个空壳子了，咱们也得寻个生路。小姐保重。走吧，都走吧。娘子快点，我刚打听到大郎把最后一张地契也押给赌房了，再不走咱们真要跟着饿死了。别催，那女人当时留下的一套金头面我还没找着。当初我以为沈家是个聚宝棍，谁知道这沈修没了他老婆，竟然是个连账本都看不明白的草套。现在不跑，难不成要跟他一起烂在这儿？沈爷，不好了，姨娘子不见了！什么？姨娘，她去哪儿了？是不是如意把她送走了？不是，小姐，是她自己走的。她把账房剩下的那点现银和您的首饰全卷走了，连那套准备纳妾用的聘礼也没留下。沈修，我本就是为了钱才接近你，我当你是个什么了不得的英雄，没想到竟是这种离开女人活不了的废物。难怪那秦之月不要你，跟了你这种没用的男人，简直是8辈子血霉。你别找我。废物！他说的对，我就是个废物。秀儿啊，娘不能看着你这么毁了。这间老铺子是咱们沈家的根啊。娘卖了吧，拿了钱，我去求知月，我给他买最好看的头面，求他回来。对，卖掉，咱们拿这笔钱做敲门砖，你东山再起。有了钱，那秦之月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如意，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你哥翻身的最后机会。翻身？娘，你还没看清吗？他现在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这铺子要是给了他，不出3天就会被他换成酒。给我，那是我的，我是沈家的男人，这铺子归我。你算什么男人？你把嫂嫂打拼出来的家业败光了，把沈家的脸丢尽了，现在还要卖掉最后一家铺子去供你的虚荣。娘，你一辈子信奉老来从子，可你看看你养出的这个儿子，他
他能不能给你养老，你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也是我儿子，如意，你就当疼疼你哥。如果不把那间铺子给我，那就再没我这个女儿。今天，要么铺子给我，我保你晚年安稳，保这个家不散；要么你跟他一起去大街上要饭，我如意说到做到，立刻离开这个家，此生再不回头。一家人何苦闹到如此境地呀？如意，你怎么变得跟你嫂子一模一样了？那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只有嫂嫂才活得像个人。他到底还要我这个女儿，所以家里最后的家规归了我。小姐，城北的账结清了，利息扣准了，1分也不能少。还有那几个从前跟哥哥混的纨绔，若再敢来赊账，直接棍棒轰出去。你瞧，那不是沈家的小姐吗？现在竟然成了个雷厉风行的女掌柜。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小姐，怕是没人敢求娶了。情爱太可怕了，还是钱比较实在。大当家，怎么了？是他。娇娇，慢点跑，看一会儿你爹抓不住你。娘子，你别走那么快，我记住了，下次一定出家门就戴卫帽，绝对不便宜其他小娘子看你相公的脸。我发誓，我真不知道大清早的也会有人给我扔花，那些花我都扔了，一朵没留。你还好意思说？全城的狐狸精怕是都认得你这张脸了。嘿嘿，你打我2下消消气，我绝不还手。好娘子，女儿都困了，咱们带她回家吧。哟，杨相公又被你家娘子拿擀面杖追了。杨老板，你这剧内的名声可是传遍整座城了。是啊是啊，我娘子在乎我，不然才不管我呢。姓杨的，你还要不要脸？我打你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咱俩还是生意对头，各不相让。成亲后我何时打过你？剧内的名声你是没听够吗？就是听不够，就是让你管我一辈子，少管1天都不行。大当家，要上去见见吗？不用了，嫂子不是追求富贵的女子，她果然只求真心。嫂嫂她遇见了新欢喜，笑得可真好看。